大家好，我是大伟。孩子的个头偏矮，家里面人就会特别的担心，特别是每当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发现同学的个子都比孩子高上一个半个头，心里面更加焦虑了。其实不必这么焦虑，我们一般来说身高它是有遗传的，60%它是靠遗传，40%呢就是靠日常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后天的点点滴滴，我们说分为哪几类？一个是运动类，一个是饮食类，还有一个单独讲叫睡眠，就这3大类，自己找原因嘛。那么我们前面的这种遗传的上面的问题，我们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一般来说，比如说父母身高都还可以的，他遗传的话，它有一个正负8厘米的一个上下限啊。他如果说接近他的上限，那孩子长得就快；如果说他正好是接近下限的，那孩子长得可能就慢一些，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后天的一些点点滴滴进行干预。那么后天的这里呢，我们无非是3种，第一种就是饮食。饮食这里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蛋白质的补充，蛋白质咱们要多去补充。蛋白质是一种基础的物质，比如说我们头发当中，你捏一下，这个里面就有角蛋白身体当中，你只要在肌肉的合成当中，它就需要蛋白质，所以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现在咱们大多数人家里面孩子是不缺蛋白质的，就是看他肯不肯吃。很多小孩子他是不肯吃，他挑嘴，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家里面人就要多费一些心，把这个营养弄得均衡。蛋白要选择高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虾肉奶蛋，这些都是优质蛋白。同时呢，要配合这个碳水化合物。什么叫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我们这些精粮米面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都要搭配在一起去吃，再加上一些维生素的补充，这样的话孩子能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一般来说，大多数家庭里面的饭菜摄入量基本上是满足的。然后呢，重点是放在后面2位，这2位很多家人在上面是踩了不少大坑。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运动。运动上面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他运动普遍较少，而且有的孩子现在就是能休息的时候他抱着一个手机，他就不愿意运动。这个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就心里面都会发现的一点。孩子的运动他是天性，一定要让他多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呢，不是说你运动的时间越长越好，反之，有的小孩他的身体自小来说就相对于弱一些。你让他去运动，他运动只要一过量接着你看就3-5天就不对劲了。然后呢，你就紧接着家里面人就跟着后面忙，后面也不敢让他吹风了。所以运动应该怎么运动？你记住了，你让他在家里面都可以去做，就去做跳高训练去给他墙上画一条线，让他去摸每天跳多少下。同时呢，让他可以去练习折返跑。什么叫折返跑？比如说我们的客厅让他从 A 点跑到 B 点，再从 B 点摸一下地跑到 A 点，就这样反复的去跑一会儿，他心跳上来了就累了以后就是消耗完了以后，原来还挑食的，你看饮食又能让他摄入进去。同时呢，还可以让他做什么？就是深蹲起跳，让他慢慢的蹲下来往上去跳。这种运动都是有共通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哪一种运动，都是让你的骨骼充分的进行一个冲击，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骨骺进行充分的刺激，它才能更好的长高。所以呢，我们骨骼的结构必须要让它进行一个冲击，这样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非常棒的。在竞技上面的运动，比如说打篮球也不是让你傻傻的站在那投篮，一定要去进行充分的一些对抗比如说跑跳包括跳绳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在家里面都能去做。然后呢，运动这一块的话，大家家里面做功课就行。主要后面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睡眠。睡眠这一块很少有家长关注得到。你看，我们管得了他白天，管不了他晚上。有的小孩是什么？这个地方经常痒了以后呢，就感觉难受，一难受好了，晚上就翻来覆去的他这个质量它不达标。我们讲很多的这个重要的，比如说生长素都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你不可能在白天运动的时候出来，所以在睡眠当中，一个是要给他昏暗的环境，把这个灯给他关掉。第二个，让他的睡眠要让他怎么样变实，不要让他那么虚。有的孩子他自己小的时候小孩子他也会烦，他会烦他的学习，他会焦虑。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家长不要对他在这个学习上面的压力给他很大，
给孩子压力一旦大了以后，他一焦虑了以后，有的时候啊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也会影响里面的一个环境。所以呢，我们给他一个好的睡眠环境以后，让他好好的睡觉，同时夜里面啊没事的时候多观察观察。比如说，如果是这里有问题的话，你要及时啊，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发现呢，我们就要及时。然后同时呢，你要记住，这个孩子的学习压力大了以后，你一定要什么呢？要让他放松心情啊。他这里紧张，你在这里在催着，他就会更紧张。一紧张了以后，晚上好了7、8个小时也睡不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睡眠这一块是很少有人关注的。但是这一块你做不好，你后面的运动、后面的饮食这些东西啊，就通通的就白费了。为什么？因为重要的这个生长素就是在睡眠当中出来的，所以睡眠这一块一定要做好。如果你担心孩子还是不行啊，你晚上在睡觉之前给他的头这个地方百会啊，轻轻的从上向下摸100下，每天100到200下，从上到下摸到啊他的大椎，从百会到大椎，轻轻的摸，他就睡着了。这个啊是针对10岁以下小孩子的。那10岁以上呢？10岁以上基本上你讲了，他懂了，他自己明白了，他就会去做。但是咱们道理啊要讲给他听。有的朋友会说，老师，我的小孩子啊17、18岁了以后还能不能再往上涨呢？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小孩子他一旦骨骺闭合了，这个时候他有个黄金期的，过了就没了。他骨骺一旦闭合了，就长不高了。所以在黄金期的时候，你们提前就观察，做好准备，以后孩子啊未来就能多长2到3厘米。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孩子的身高啊，一直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所谓越关心啊，就越容易担心。有些家长啊，就看着自己孩子的身高啊，总是比别人矮一截，心里面啊特别的担心，特别的担忧，生怕孩子以后个子啊也长不高。其实啊，我们的身高啊，先天啊决定了一大部分，还有一部分啊就是后天决定的。后天有4大要素，咱们只要掌握好了，那么孩子的身高啊，可以比原先不去做一些干预的多长2到8厘米。那么这4点啊，在我个人认知当中啊，是一条比一条重要。特别是最后一点啊，我感觉很多人啊都没注意。那么我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就是吃这一块啊，大家现在日子都过得挺好的，吃的也不愁。但是我这里啊主要讲一个，就是荤素搭配。如果孩子啊过于偏食，还吃的东西啊过于挑啊，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营养吸收啊是不均衡的啊。这个吃我们主要讲的是哪一个呢？是吃进去，然后并且吸收。你别光注意它吃，它吃进去了以后啊，它不吸收啊，不消化，然后变成了积食，反而对身体啊有一定的这个困扰。所以你别压着它吃，你得让它自己感觉饿了，然后再吃。同时吃的东西啊一定要搭配均衡。这里咱们不多说。第二个是动啊，动这块呢，其实现在啊有部分家长啊做的挺好，有部分家长啊基本上就让孩子啊扑在学习上面，动的非常少。这个动啊非常的重要。现在国外大量数据啊都表明，我们孩子啊充分的运动啊可以刺激我们的骨节，也就是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刺激到我们的关节以后啊，它里面就会分泌更多的一些激素啊，生长激素，让我们的身体啊骨骼啊能进行一个更好的发育。所以呢，我们日常推荐孩子啊每天至少进行一个30分钟到1小时左右的一个锻炼。这个锻炼啊，我们可以采用了，比如说是跑步啊、跳跃啊、跳绳啊。打篮球啊，注意啊，这里打篮球啊，不仅仅是投篮，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些身体性的对抗，一定要有起跳这些动作，这些上下行的起跳运动啊，都能够大量的刺激我们的一个关节，促进孩子的一个生长，促进孩子的一个发育。第3个呢是睡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它比不上第4点，第4点比它更重要，很多人还没注意。睡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前面做的再好啊，你睡眠不好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睡眠当中，我们的生长激素啊才会分泌，有了生长激素以后呢，它的骨骼才会生长。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前面做的非常好，但是你不睡觉不补充，睡眠不好，那么睡眠时间过短也会影响孩子的身高。所以我们建议啊，孩子啊一定要睡得好。第4个就更重要了啊。这一点是很多家长啊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呢，孩子压力会非常的大，这个压力是无形的，孩子会有和同班同学的一个竞争压力，也会对家长有些压力啊，然后这个对于老师来说也会给孩子一些压力，所有的压力啊都在孩子的脑海当中，这个呢会导致孩子的一个内分泌啊容易出现失调，容易呢造成一些失眠，容易啊对生长发育啊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这个压力啊是很多家长啊都忽视的一个环节，大家一定要把这4点做好，做好干预以后，孩子未来真的能多长高2到8厘米。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关于身高的话题啊，主要就是聊一聊现在很多家长呢都在焦虑啊，自己的孩子的身高比同龄人啊矮上一大截，每天啊焦虑的不行，各种资料都去查，那查出来的资料也是零零碎碎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这里呢给大家记住6个字啊，叫做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很好记。那么这6个词代表什么含义呢？首先第一个啊，天时，什么时候是长个子最好的时候？那我个人认为呢，是在这个夏天，也就是说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是孩子身高长的一个最好的时期。那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啊，每当孩子放完假以后去开学的时候，他都会发现啊，身边的朋友啊都长高了啊，他和这个放假前的时候一对比，能明显的差距。那很多人会说啊，那是因为你两个月啊看不到别人啊，一下子看到就感觉长高了啊，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其实不对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就短短2个月，很多男孩子的身高在初中的时候啊穿的都非常厉害，而且都是在夏天啊。夏天为什么容易长高呢？给大家讲一下几个因素，这里就要讲到一个地利和人和。那地利是什么呢？就是在夏季的时候，我们身体是更容易放得开的，我们的细胞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同时呢，因为夏天我们穿的少，我们可以去进行大量的运动。那我们可以去游泳，对不对？我们可以去打篮球，我们可以去跑步。这种运动是非常方便的，而不是像冬天啊，咱们要脱衣服，要运动完以后要穿衣服，又担心受凉啊。夏天你完全可以抛开这些问题。同时，运动是孩子的天性，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是这些小伙伴就喊在一起去运动一起去玩，一起去奔跑。这个时候他会比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增加了更多的运动。那么有研究就表明，运动是促进咱们骨骼发育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良药。所以说，运动的越多，我们的这个骨骼受刺激的越多，同时呢，我们身体里面会分泌一些生长激素，就会让我们的个子去慢慢的进行一些增长。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睡眠这个也是地利。这个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多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又是辅导班又是很多学习的一些东西这思想压力非常大，睡眠时间非常短，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天一大早就要起来了，对不对？你睡眠你达不到要求，你这个骨骼的生长都是在睡眠当中进行的，你达不到要求，你骨骼生长它就会变得慢。但是在暑假的时候，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睡眠，对吧？我可以晚上10点钟睡觉，早上睡到早上8、9点钟，我都可以起来，对不对？那我这个睡眠的时长就增加了，那我也没有很多的一些精神压力，那自然而然它是给我们身高的增长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是地利。第3个呢是人和，人和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你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变高，你变高需要什么呢？你变高你肯定是需要身高增长的一定的这种营养，你没有营养，你个子怎么可能变高呢？对不对？因为这个物质它是通过我们人体的摄入以后，它就会进行一个转换你个子的增长，你肯定是需要营养的。那你在学校的时候，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伙食，家长是看不到的，同时孩子在学校吃的好不好，你也不知道。有的孩子他特别能吃，他吃的就是好；有的孩子即便校园的伙食给的非常的好，非常的科学，但是他就不爱吃，他就爱玩。所以呢，他伙食他吃不下去，那你也长不高，营养达不到一定的标准。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家长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孩子的饮食，给他多补充一些高蛋白的摄入一些这个荤素的一些搭配鱼虾肉类给他进行一些多吃科学的配比，那自然而然孩子吃得好了，睡觉好了，同时又爱运动，你天时地利人和都达到了，所以在暑期的时候孩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身高增长的空间。那么同时今天讲的这么多内容，也是给
各位家长提个醒，想要孩子身高长得好啊，天时地利人和少不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么多要求，那我们就尽量的让孩子做到什么呢？第一个，早睡觉睡觉是这个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所有的身高的增长都在睡眠当中进行。你即便运动了，吃的也好，但是孩子精神压力大，孩子睡眠不好，孩子这个睡觉的时候睡不香、睡不沉，他的个子长个子就会变得很困难所以睡觉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就是营养第三位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这3点做好了以后，在暑假的时候就是再加上一个额外奖励，对吧？暑假的时候把这3点再做得更好，那么孩子的个子会在暑期的时候进行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当然，这个东西和我们的各个年龄段也有关系了这和我们的这个就是牵扯了一个更大的话题了，咱们就不讲，咱们就要把这3点做好，天时地利人和记住这3点孩子自然而然会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个子以后也会比原来没做干预之前一般高3到7厘米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讲的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关注到其中的重点并且给孩子加以干预。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孩子个子不高，和同龄的孩子身高上面有差距，担心孩子未来长不高，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将会给你一个答案。我们的身高其实有2部分来组成，第一部分呢是源于咱们的遗传基因这个方面呢咱们改变不了。第二部分呢就是咱们的后天的一个干预。现在科学研究后天干预过的孩子会比没有干预过的孩子平均长高3到7厘米，而身高增长的黄金周期呢是在一个7到17岁。所以说，如果你的孩子是在这个年龄的范畴以内，那么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做一个干预。干预的越早，他孩子以后身高增长的这个高度这个就会越明显。好，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样去做一个干预。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咱们的个子是在熟睡的时候才能进行增长。这也就说明了，如果你的孩子睡觉好、睡觉香，那么对于他的身高发育是有很多好处的。相反，如果你的孩子学习压力大，或者睡眠多梦这个睡觉时候总起夜，睡觉不踏实，熬夜，生活作息不规律，对于他的身高发育来说的话是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说，规律作息，养成良好的睡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地基。你其他地方做的都好就是睡眠不好，那也没用，因为睡眠的时候咱们的个子才进行增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饮食，这里呢不得不提一下日本。日本在很多年以前这个平均身高是非常矮的，然后后来一下子就窜上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饮食做得好。现在科学统计咱们孩子需要摄入什么呢？需要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注意，这里是优质蛋白，而不是植物蛋白。优质蛋白它必须要从比如说咱们的红肉、鱼、虾里面这个提取出来，所以优质蛋白很重要。我们建议的话，每天1到2个鸡蛋加1杯这个牛奶。牛奶可以补钙这个鸡蛋呢可以补充你的蛋白质，这可以作为早餐的一个必选项。同时配合着这个优质蛋白，就是咱们每顿保证1盘这个荤菜，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加上多种多样的蔬菜。这个多种多样指的就是说，咱们每一个星期每一天吃的这个蔬菜，尽量不要去重复尽量去反复的多吃一些其他蔬菜，来补充全面化的补充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好。营养上面如果做足了功课，第3个就是什么？第3个就是运动科学上面显示运动过后的男孩和没有运动的男孩，他们的身高发育以及他们的这个骨骼的一个状态是完全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这里推荐的运动是指咱们要做一些蹦跳类型的运动，比方说跳绳在咱们跳绳落地的瞬间，这个力量会通过咱们的小腿传到咱们的大腿，直至咱们的头顶
它这个力量是反复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过渡，在过渡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充分的刺激咱们的骨骼结构。骨骼结构收到了这个刺激量，它就会进行一个增长。所以说，跳绳是一个好运动。其次就是什么？打球、打篮球。很多人说打篮球长身高，这里的长身高不是说你去投篮，而是你要充分的去运动左右运动。拍球、俯身、起跳，这个运动在重复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充分的刺激咱们的这个骨骼结构，同时可以锻炼较好的身体协调性，增加身体的一个对抗性，是非常推荐的一个运动。最后一个运动呢，就是咱们没事多吊一吊单杠多吊一吊单杠。单杠呢，就是说在吊的时候呢，它可以拉开咱们的这个脊柱的一个间隙，这是其一。其二的话，经常吊单杠对于我们的体姿体态调整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孩子他都有这个脊柱侧弯，同时呢，也有很多孩子因为写作业的时候头一歪，就是坐姿做的也不好，慢慢的身体骨骼发育，他就会有一个不好的状态。每天给孩子吊个1到2分钟左右的单杠，会对他的这个骨骼发育是非常好。那么以上这些运动呢，我们还可以结合跑步。跑步的话也不要时间长，每天就跑个10分钟左右就够了。那么最后给孩子做一个运动建议，就是每周至少做4到5次的训练这个训练可以是跑步、跳绳或者是打篮球，每次不要低于15分钟做一个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也不宜过长那这样的话，咱们运动也保证了，饮食也保证了，同时睡眠呢也充足了，3个就能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你的孩子就不用再担心长不高，最起码会比你不干预的情况下多长3到7厘米。记住，越早干预越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说到这里。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分享一个养生的小知识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